我们的火车刹不住了。本期英国铁路，你即将看见灵异列车，你还会看到充满英伦风味的豪华头等列车车厢。What's up, guys？ 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火车之旅吧。今天呢，我们的钓鱼佬将驾驶一辆特别的列车 ，OK， 就是这一辆。然后它的配色是我们的黑红配色。这个配色感觉还蛮好看的。那我们现在去我们的机车前面啊，来看一看我们的钓鱼佬啊。OK， 我们看见他了，哈哈哈。他现在正在我们的机头。OK， 我们的列车正在缓慢进站。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看看它停的位置怎么样。不错，非常不错。那么今天呢，将来乘坐我们这一趟列车，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详细的探讨一下我们的列车型号及其运营的铁路公司。OK， 好了，那我们现在列车正在缓缓的开动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列车的涂装上有一个标识啊，就是我们的英国的维珍铁路公司，然后它的总公司叫做维珍集团。我们所熟悉的维珍航空也是维珍旗下的子公司。我们的维珍铁路公司于1990年中期呢，配合我们的英铁的民营化成立的，并于1997年呢夺得了英国的横贯国家铁路以及西海岸干线的专营权。然后非常可惜的是，2019年，然后我们的维珍铁路呢就退出了我们的西海岸的干线的运营权。然后我觉得他退出的原因可能就是他因为他的公司的准点率太低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如果有在英国的小伙伴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呢这些资料呢都是在我们的维基百科上查询所得到的，然后大家有其他的知识可以补充的话呢，不妨在评论区里面说一说。那么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车厢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个车厢好像都是头等舱啊。OK， 感觉这里面非常的豪华。然后呢，我们的右边呢，是不是两排座位啊？左边呢是单独的一个座位，是对向而坐的。然后这里面配色呢，看起来就感觉非常的豪华。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它的机车，然后呢，我们这个机车感觉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呢是我们的英国铁路的91型电力机车，它的配置的是6300马力，4700千瓦。我们的前面呢，这个车头呢，它不是一个动力车头啊，这个好像应该是一个遥控车头啊。它的动力舱在哪里呢？它的动力舱在后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铁路的车厢呢，是一共4节车厢。感觉这里面好像应该都是头等舱，我不知道这个配色是不是某个旅游专线啊？这个我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的91型的电力机车呢，跟我们之前的一个90型的还是比较像的。好的，那么看看它的这个速度是多少呢？它好像可以最高达到225公里，一般的运营时速我觉得应该达不到这么多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车还是蛮好看的。我觉得在我们国内的话呢，应该这个列车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国内的绿皮列车了。好的，那么这时候呢，还回到我们的车厢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车厢里面啊。那我们现在呢，先前往后面，我看看一共究竟有多少车厢啊？这个是卫生间啊，这个卫生间门好像开不了啊。然后呢，我们穿过去啊，这边也有一个卫生间。好像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我发现啊，这边好像应该都是头等舱。这个我觉得票价应该非常的不菲吧。OK， 好的，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好的，这些都是商务精英人士。OK， 这个列车感觉静谧性还有它的这个行驶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的，我们现在穿过了几节车厢了，如果有知道的，不妨在评论区里说一说。应该是4节车厢，这个列车编组应该是6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面那个就是动力车了。这个和我们平常所知道的列车呢，前部分的动力还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的车灯闪起来了，是我们的钓鱼佬啊，他搞事情啊，他想搞一个列车灵异事件。OK， 千万不要把灯给闪坏了。OK， 那我们现在呢，再回去啊，我们回到我们的车头的位置。这个列车，我觉得在这一般国家的列车的编组，我觉得也是算是非常稀奇的。
因为很少有把动力组放在后面的。一般列车的话，都是在前面，对不对？都是在前面，它不会把我们的列车动力放在后面。好的 ，OK。看见没有？我们这个灯一闪一闪的，这灯会不会闪坏？不要乱搞，好不好？好的，那么前方红灯啊，过不去啊，那我们现在只能暂时的稍微等待一会了。A few moments later。好的，那么现在呢，开始继续前进。哦，钓鱼佬，千万不要再搞了，好不好？我知道了，知道我们拥有控制我们的电灯的能力啊。OK， 好的，不停的鬼畜啊。那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个91型电力机车呢，它好像是我们的瑞典的通用电机公司，它来制造的。我们的瑞典的通用电机公司和我们的这个美国的通用动力，这个是不是一家公司啊？或者说我们的瑞典通用电机公司是子公司啊？这个我们并没有查询啊，感觉像是一家公司，不然的话呢不会叫通用动力啊，是不是？好的，那么现在呢就来到我们的头等舱，我们这个列车呢算是豪华列车，对不对？豪华列车的话呢，这个静谧性啊，然后呢还有小台灯啊，特别的有英伦范，看见没有？它的这个座椅也很宽大，然后呢，这个配色呢是那种深色的棕木配色，感觉是有一点那种古典的豪华感。好的，前方我们应该就会到站了。这一站是哪里啊？这一站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去往哪里啊！希望下回我乘坐车的话呢，希望有朋友们能告诉我这是具体是哪一条线，从哪到哪。好的 ，OK。哦，好像我们的现在站台上有伙伴，对不对？哦，好的，我们的伙伴来了。然后呢，右边这个左边啊，这个蓝色的是什么列车？是什么公司的？我还不知道啊。这个蓝色的我觉得也蛮好看的。OK， 不过呢，我想这个列车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可以遥控后面的动力机组。好的，这边应该有2个朋友啊，是不是2个朋友？好的，我们的车停好了。好 ，OK， 那么现在呢，看看朋友们。哦，好的，请上来。OK。然后我们这个列车车门是这种敞开的，它不是这种左右的，是不是？左右可以收纳的。哦，刚刚那个是什么线啊？感觉像地铁线。这个就像我们的 SCR 里面地铁的地铁线的配色非常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好的，这边的话呢也过来一辆列车，这个好像是柴油车，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钓鱼佬上次我记得好像他说过，这个好像是柴油动力的，这个但是呢，我们查询了这个91型是电力机车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有没有看见我们的集电工啊？是不是游戏没有做出来啊？但是我也没有听到他的这个列车有这种柴油机的声音啊。那我们就暂且当它为我们的电力机车，好像91型的话应该是没有柴油型号的，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柴油机呢，但是呢，它并不是。好的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英国的铁路的风光啊 ，OK， 我觉得我们的英国铁路的这个车型啊，然后呢，好像还有一个车型啊，和我们的这个91型外观特别像，应该是叫43型的柴油动车吧，应该是。OK， 好的，我觉得它俩的风格都差不多。一般的列车的话呢，它这个斜坡，就是这个车头的斜坡应该直接都斜到底下，它现在呢中间变成了一个 V 字形啊，是不是？就是感觉样式的也感觉也很奇怪啊，非常具有英国铁路的特色。好的 ，OK， 刚刚我们经过了一个游乐园啊，哦，这个游乐园是什么游乐园？不知道。然后呢，现在我们停靠的第3站啊，第3站依然我不知道是哪里啊 ，OK。然后我觉得英国铁路的它的这些细节设计特别好啊，尤其是这种车内的静音的感觉，还有那个铁路过道闸的那个声音，咣当咣当的声音啊，非常有这个铁路的感觉。好的，我们来看一看 ，OK， 这个视角看一看。哦，这个停车标我还真不知道啊，是不是？这个咱对于这个英国铁路的停车标真的是一无所知。我们以后乘坐完我们的列车的话呢，我们适当的也来开一开我们的英国铁路。等我们的 SCR 基本上开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换开我们的英国铁路。A train now approaching platform 2 is there.
好的，我们现在停在我们的 Head From 这个站台2。Woodham、Belmont Green、Roton、Fleetwood、Thornfield。OK， 我们来听听广播。And Avonhill. This train is formed of 8 coaches. 依然不知道是哪里啊，没有听清楚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跳过等待的这一段啊，我们直接就出发吧。OK， 哎，刚刚那个有站牌啊，没有看见啊。好的，那么现在呢就继续的行驶在我们的英国的乡间小路上，然后我们这一路看见好多的我们的站的设计啊，感觉非常老旧啊，而且我们的英国的铁路呢，这个线路呢设计也是非常老旧啊。虽然说它老旧，但是呢每一个站呢它的特色都非常的足啊。虽然说我们大陆这10几年我们的基础建设呢发展的非常好，但是很多的楼房啊，然后呢一些基础建设感觉都是那种拷贝的，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就感觉每一栋楼啊感觉都是几乎差不多啊，没有各个城市的自己的特色。好了，那不说了，然后呢我们继续专心乘坐我们的铁路。 OK，我们的钓鱼佬他用的是什么加速器啊？感觉他的这个加速器还是挺快的。好的，现在我们又经过一个小站，过站不停车。OK， 这条线路具体是哪一条线？我这个对于英国铁路的这些运营线路还是不是特别熟悉。OK， 那么现在转换一下视角，那我们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列车的内部感觉。OK， 这个车厢的车窗呢，感觉还是比较宽大的，看起来视野非常通透啊。我们上一次的话呢，就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如果人物太大的话，我们的胳膊会搭在这个窗台上，就感觉像没有玻璃一样。OK， 那么再换一个视角，哦，还有人戴着一个眼罩嘛？哦，那个应该是太阳帽吧？我觉得应该不是眼罩。OK， 好的，现在我们停第4个站啊，这一站是哪里啊？不知道。OK， 这个。这个不是电脑人，刚刚我还以为是电脑人，电脑人应该不会这么跑啊。好的，那么现在停下来 ，OK， 那我们现在过了这一站的话呢，应该就没有站了，应该就一站直达总站了。然后呢，我们就会经过我们的城市的下穿隧道啊，就是半开放的那种地下的铁路线啊。我觉得那个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呢，减少了噪音啊。为什么感觉停车的时间那么短？因为我把它给剪掉了。好的，现在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隧道里面。OK， 这个乌漆麻黑的 ，OK， 看起来还是挺恐怖的。OK， 这时候钓鱼佬呢，他想闪灯，想制作一些这个惊悚的效果。那我们来看一看，看看他有没有制造这个惊悚效果。我觉得这个配合闪灯加上，看见没有？配合上闪灯过以后，在隧道里面就感觉很恐怖，是不是？有那种恐怖电影的效果。然后呢，我们就跳过我们的隧道这一段，然后现在我们把视角呢给切到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这个视角的话也是我就是感觉到非常舒服的一个视角啊，看见没有？既可以看到前面，又可以看到整个车厢的轮廓，看见没有？我觉得我在做我们国内大陆地区的绿皮火车的时候，在我小的时候，然后呢，火车呢分为我们的空调车和我们的这个绿皮火车。绿皮火车的话呢，就是那种没有空调的，窗户可以打开的。然后我小时候呢，就是在坐这个火车的时候呢，就会把我们的头稍稍的伸出窗外啊，然后就可以看见前面的火车了。然后尤其转弯的时候啊，这种感觉特别的舒服。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内地的火车全都是封闭型的了。就算是我们的那种号称绿皮火车的车呢，都全部改为空调车了，已经没有那种原来传说中的那种没有空调的那种可以打开窗户的绿皮火车了，现在已经没了，已经绝种了，不知道在哪里还能做到，好像应该现在做不到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下穿的这个铁路线，应该叫下沉铁路线，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铁路设计应该是防止它的噪音应该扰民啊。好的，那么现在就快速行驶了。然后这时候呢，钓鱼佬说让我们体验一下我们的100公里、100英里啊全速进站的感觉啊。
然后英国铁路呢有一项好的，就是我们撞到我们的车标的话呢，就会立刻停下，不会退出游戏，这个比较好啊。然后你看见没有？哦，迅速的就停下了。OK， 好了，那么今天的火车体验呢，就给大家体验到这里了。如果你们有一些特别的机型或者一些特别的涂装，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说一说。本周我将会开放我的个人的 QQ 号和我们的 Line 的号码，这样你们在下次预约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软件来联系大壮哥，比我们在游戏当中直接预约要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好了，在视频的最后呢，记得要干什么呢？一定要打开小铃铛，关注大壮哥，这样才不会错过大壮哥的任何一个游戏评。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Respect。